大家好，今天是盂兰盆节，也是佛欢喜日，在台湾也叫中元节。佛欢喜日的起源是来源于佛教修行人、修行的高僧大德们，从4月15到7月15有一个叫结夏安居的闭关修行的这样的百日活动。那么7月15是闭关的修行人出关圆满的时候，也是证悟成佛的时候所以在这个日子叫做佛欢喜日。那为什么欢喜呢？一，因为修行圆满而欢喜；第二，为能够普度和利益众生而欢喜；三，获得智慧觉悟圆满而欢喜，因此称为佛欢喜日。在古代的时候在佛陀释迦牟尼时代，释迦牟尼佛有一位神通第一的弟子，叫做目犍连尊者。有一天，也正是在这个7月15即将到来的日子的时候，目犍连尊者呢，因为他是神通第一，也因此呢，他是一个非常勤力修行的一位高僧大德。有一天，这位神通第一的目犍连尊者，他进入禅定，也是因缘聚会吧，他突然想起了他的母亲，他想看看母亲现在的生活状况如何呀？是活得痛苦还是幸福呀？因为有养育之恩嘛。可是他的天堂找不到，极乐世界找不到，最后发现母亲在地狱之中。看到母亲蓬头垢面，破衣烂衫，满身的污浊之气，非常的可怜正在受苦，正在受地狱的那个狱卒的惩罚呀。他就非常的伤心，就去援助母亲。那么他要尽的孝道，就是先让母亲能吃饱饭。他用天眼神通力看到母亲很多天都没有饭吃因为他有神通力他有很高的这个禅定功夫和法力，他就变出一碗饭来喂母亲。当送到母亲嘴里的时候，这些米饭化为燃着火的炭灰这怎么能吃呢？端了一碗又一碗，可是这些米这些饭都不能进到母亲的嘴里头，让他好痛苦那就喂饭喂不成，喝点水也可以喂母亲水喝，可是水一倒进母亲的嘴里，就变成了燃烧的钢水铜水，这母亲还怎么能活呀？他真的没有办法，就他在极大的痛苦之中没有办法救母亲，赶快退出来，退出禅定回到这个世间，匍匐在地请教佛陀，说佛呀，我发现我的母亲正在地狱之中受苦喂吃的变成火焰灰烬喂喝的变成钢水铜流那我这修行有什么用呢？我连我的母亲都救不了让她受着这个苦，我做儿子的一点办法都没有请佛陀指引怎么样救我的母亲。大慈大悲的佛就给他说，目犍连你这一世是个很好的修行人，是一个很好的弟子
神通也是最棒的、最好的，几乎是无所不能啊。可是你的这些法力、这些神通，是和母亲所造下的业和犯下的罪之间是不能相抵消的。比如说母亲的罪业如同燃烧的火山了，你的修行的这些法力神通只是一勺冰水而已啊，他们彼此之间不能相抵消的。所以你没有办法救你的母亲。目犍连又接着问，请大慈大悲的佛帮弟子指条路吧，一定要救救我的母亲呐。我从看到这一幕之后啊，母亲在地狱中受这么大的痛苦，弟子实在不能安心的修行啊，给弟子指条明路吧。佛陀说，是可以的，用你一人之力实在无法化解。这样我们这里这么多的修行人，这么多人都已经开悟成就的罗汉、金刚、菩萨们这些大德们，用众人修行的力、众人修行的功德、众人修行的神通，一起去解救你的母亲，才可能有效。真的有点像团结起来力量大的感觉。目犍连马上就心生欢喜啊，赶快就求各位师兄师弟们了，赶快来帮帮我吧。看我的母亲在那受苦，说不定你们的母亲、你们的父亲也在地狱受苦呢。所以他就请大家帮助元首去请求恭敬礼拜每一位修行的大德们大家共同为他母亲祈福、点灯、念佛、做功德，他的母亲才得救。正是佛陀的大慈大悲，才惊天动地，才使地狱之门在7月15打开了一条缝隙，让那些还有佛缘、还有一点慈悲的根性的人得以解脱和超度。超度就是为了让他解脱，解什么脱呢？就离开地狱，不再受地狱之苦所以7月15这一天呢，正是在众位大德们修行圆满的开悟的那一天让这个地狱中有缘分的这些众生有机缘能够解脱出来。就是我们现在活着的人为了让我们的这个已经往生的父母、祖先、祖辈们能够脱离地狱之苦的话佛陀给我们指的路是很明确的，我们就去供养十方广大的修行大德们，借佛光，借这些大德们的修行的功德、智慧神通和法力，能帮助我们，使我们的父母、历代祖先乃至我们前7世的父母都能够解脱成就，不受地狱之苦。这是非常行之有效的方法，我个人是深信无疑的。欢迎大家借用这样一个好机会去解救在地狱中受苦的祖宗，还有我们的亲人们。那对于我们还健在这个活在世间的我们的父母或者是爷爷奶奶祖辈们做这样的供养，做这样的功德，使他们能够健康长寿，寿比南山也借这个功德
能够将我们曾经伤害过的一切冤亲债主，伤害过的一切生灵，让他们也能够得以解脱，也消除我们的罪过和业力。在《药师经》中，佛陀指引我们，在药师佛前点光明灯，尤其是讲点49盏光明灯，点49天，让这个49天之中不灭不断不绝就能够达到解脱烦恼、成就事业、成就愿望的这样的功德目的。在《佛说施灯功德经》中所说，这个供灯者功德福德无边无量无法计算的功德。欢迎大家来我们的禅堂道场点灯，为自己做功德。那有人说了，我对我的父母亲没有感情，或者是我的父亲或者是母亲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离开了我，是没有感情的，他和我有什么关系呢？你听一听吧。我所知道的，无论你的亲人，你和他之间有没有感情，但是如果和你有血缘关系，如果他在地狱中受苦受罪的话，那我们活在人世间也顺利不了，肯定是磕磕碰碰烦恼无量，可能贫穷疾苦杂病缠身，还有已婚的人，有子女的人，你想想，你自在，你的孩子才自在，所以你的父辈祖宗辈都能吉祥安然自在幸福，我们的子孙才可能得到同样的功德，自在安详。所以做这个功德其实也是为我们自己所做。你想想，有多少疾病是目前的医疗手段可以治疗的，有多少疾病是根本治不了的。就是我们身体还算健康的话，我们精神中人生中的烦恼无边无量因此我们的祖宗，我们的父母吉祥安泰了，我们才能够吉祥健康顺利幸福所以这份功德也是为自己做的。但是最好有对祖宗祖先恭敬孝养之心，我们也会得到他们的护佑和护持所以祖宗的能量也是非常巨大的。在佛欢喜日做功德，做供养，去供养十方修行的大德高僧我们将是功德无量的，因为他们修行中即将成佛，或者已经成佛成菩萨了。我们如果供养的话，都会护佑我们，我们也沾得了佛光。主要是供养修行人所需所用的东西，比如说钱财物品用品，甚至衣服床铺食物用的油水水果鲜花香烛修行的住房乃至道场在原始佛教和藏传佛教之中还讲到，甚至是金银珠宝越贵重越好。我们现在不太倡导避免大家会误解为修行人越是贪财了就是用自己的真正的发心供养修行人，
让修行人能够快速的成就成佛，我们将是沾得佛光，功德无量，吉祥如意，长命百岁。让修行人欢喜自在，即是让佛欢喜自在。佛欢喜自在，供养人就会欢喜自在。欢喜就是人生幸福、吉祥、平安。我先为你点上一盏灯吧，愿慈悲的光明之火照亮我们内心的无明，愿有缘的众生能够远离黑暗，远离痛苦，远离病痛，远离一切烦恼，一切美好皆能成就，健康长寿，吉祥如意。因为慈悲光明之火能够摧毁一切烦恼，摧毁一切障碍，就像我们修那个大光明一样光明照遍一切大千世界，让我们的心，让这个世界就光明磊落，幸福吉祥。愿我们一切世的父母皆能解脱，往生天国极乐世界，不在恶道之中。愿点此灯的修行者在此生最快速的得到圆满成就。